女人怀胎3年零6个月，竟然生下了一个会飞的肉球。其夫君李靖见状，当即拔出了剑。既然是妖怪，绝对不会让他留在世上，祸害人间。说完，李靖就提剑朝着肉球砍去。没曾想，肉球突然发出金光，将李靖的剑挡了回去，然后落地开始高速旋转。紧接着，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这一声爹把李靖吓坏了，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这孩子就是妖怪，于是再次提剑要杀了他。就在这时，姜子牙及时出现，挡下了李靖的剑。姜子牙低头看到了这孩子身上的八卦太极图，他告诉李靖，这孩子绝对不是妖怪，只要好好的管教他，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的。李靖半信半疑，姜子牙只得以性命担保，再加上夫人的苦苦哀求，李靖终于同意放过这孩子，还将他交给了姜子牙管教。姜子牙给他取名为哪吒，把乾坤圈和混天绫送给了他。姜子牙让哪吒叫自己师叔，因为他的师傅另有其人。从那以后，哪吒每天都跟着姜子牙学习法术和武功。他本就是灵珠子转世，天赋极高，很快就掌握了乾坤圈和混天绫的使用方法。乾坤圈变大，乾坤圈变小。这天，哪吒拿混天绫在海边戏耍，竟然不慎撼动了海底龙宫。野蛇，快去看看谁在捣乱！水怪上来看到只是一个孩子在玩耍，便回去禀告了龙三太子。三太子派了虾兵蟹将上来，想要将哪吒抓回去问罪。没想到哪吒甩出乾坤圈，就将他们全部打倒在地。为首的水怪放下狠话：“你臭小子，有种你就别跑，在这给我等着！”然后带着属下离开了。哪吒见他们输了还敢这么嚣张，决定给他们点教训。刚才他们不是说我们只要拿混天绫在水里稍稍晃动一下，他们的龙宫就会剧烈摇晃吗？那我就让他们摇个够！随即海底龙宫再次摇晃起来。回来的虾兵蟹将将实情禀告了三太子，三太子亲自带兵上来了。哪吒丝毫没有将他放在眼里，三太子也不想多说废话，直接动起手来。哪吒忙着对付虾兵蟹将，5级也没有闲着，可他毕竟是肉体凡胎，哪里是水怪的对手？慌不择路的他爬到了三太子面前，三太子毫不客气的给了他一大脚，然后拽着他的腿往后拖，5级吓得大喊救命。哪吒听到他的叫喊声，丢出了乾坤圈。哪吒打伤了龙王三太子，还用乾坤圈禁锢住了他。他的属下及时带着他跑了，哪吒并没有追上去。招娣害怕出事，也拉着哪吒和5级离开了。三太子拖着重伤回到龙宫，这让本想借他试除掉姜子牙的苏妲己很是失望。见哪吒的乾坤圈还在三太子身上，苏妲己想到了一条毒计，他直接出手杀了三太子，还将他的龙筋抽了出来。你放心，这笔账会算在哪吒身上。随后妲己变换成水怪的模样，找到了哪吒几人，说自己是代表三太子来求和的，然后将乾坤圈还给了哪吒，还把用三太子龙筋做成的玉带送给了哪吒。不知情的哪吒欣然收下了，回去后便转赠给了父亲，这让李靖很是欣慰，想着哪吒终于懂事了。另一边，龙王看到惨死的儿子，悲愤交加，但他并没有完全相信苏妲己的话，而是深夜来到李府，想找李靖问个清楚。没想到正好看到李靖身上的玉带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这是我三子哪吒买来孝敬他爹的。果然是凶手！李靖不解龙王何出此言，正在气头上的龙王不想解释，直接出手要李靖的命。李靖区区凡人，哪是龙王的对手，被他一掌就拍飞了出去。就在龙王要杀了他时，姜子牙出现了，挡住了龙王的攻击。龙王告诉姜子牙，自己的儿子死在了哪吒手中。姜子牙满脸的不可置信。龙王施法拿下了李靖腰间的玉带，化为龙筋作为证明。这下众人都惊呆了。李靖认为这是个误会，想要叫哪吒出来问个清楚，可龙王却认定了哪吒是凶手。此仇不报，天理不容！龙王，我现在就去请东海之水水淹陈塘关，将你们一伙全部淹死！哼！李靖气得去找哪吒算账，没想到哪吒不见了。直到第2天早上，哪吒才牵着一条狗回来，而那条狗竟然是东海龙王。姜子牙的脸色瞬间变了，赶紧施法将龙王脖子上的乾坤圈拿了下来。他竟然逼我发毒誓，让我不要水淹陈塘关。我既然已经发誓，我就自然不会水淹陈塘。不要以为此事就此罢休，老夫要禀奏女娲娘娘知道，你们就等着女娲娘娘降罪吧。龙王说完就离开了。李靖气得想要当场杀了哪吒，幸好姜子牙等人纷纷劝阻，李靖才没有动手，命人将哪吒暂时关押起来。姜子牙询问了哪吒当天发生的事情，哪吒如实相告。姜子牙怀疑是有人想借刀杀人，哪吒再在这里待下去可能性命不保，于是姜子牙把哪吒送到了太乙真人的金光洞，他会替哪吒承担下这一切。很快，龙王带着女娲娘娘的懿旨来了，要哪吒一命还一命。哪吒，我放走了。什么？姜子牙，既然是我把他给放走了，也应该由我来负这个责任。我是来替他偿命的。龙王也不废话，直接抬起了手。这时，哪吒竟然回来了。他剔骨还父，割肉还母，最后再一刀刺进了自己的心脏，只为了给龙王三太子偿命。哪吒终于死了，头领，来父为你报仇吧！
如今我就饶你全家的性命。李夫人为了让儿子复活，在城外建了一座哪吒庙，只要哪吒受人间香火3年，他就能复活成神。然而此事却被李靖知道了，他觉得儿子一没有建功立业，二没有造福百姓，凭什么受人祭拜？我现在就要去拆了这座庙！随后李靖就带人来砸了哪吒庙中的所有物品，他还亲手斩断了哪吒的金身，简直冷血无情。等姜子牙回来时，只看到遍地狼藉。不过好在哪吒的魂魄已经凝聚了。师傅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的精神已经被我颠毁了，我的庙也已经被拆了，我的魂魄要何去何从啊！姜子牙带着哪吒的魂魄去找了他师傅太乙真人。太乙真人告诉姜子牙，只要能从百花仙子那里求得金莲花和玉莲藕，就能让哪吒重塑身体。姜子牙决定前去一试。他来到百花圃，和百花仙子说明了来意。百花仙子告诉他，想要得到金莲花和玉莲藕，必须要通过他的3个考验。姜子牙请他出题。既然你能到我的百花仙圃来，想必也是个法力高深之人。那么我们就先来比法力。话音刚落，百花仙子就幻化出百花朝姜子牙袭来。姜子牙施法轻松化解，最终还是姜子牙略胜一筹，赢了百花仙子。仙子承认了。接下来比的是智力，只要姜子牙能从百花仙子手中拿走金莲花，就算他获胜。百花仙子让姜子牙闻一闻他今天擦的是什么花香，姜子牙肯定的说是他手上的莲花香，百花仙子却说他猜错了，他今天擦的是兰花。姜子牙不信，让百花仙子把金莲花借给他闻闻看。百花仙子不疑有他，将金莲花给了姜子牙。刚才是你自己说的，只要我能够将金莲花拿到手中，不管怎么样都算是我赢了。如今金莲花的确是已经在我的手上了。百花仙子想不到姜子牙这么狡诈，不过还有最后的定力考验。他拿出一束花让姜子牙闻一闻，姜子牙只是轻轻一嗅，便感觉头晕目眩，眼花缭乱。姜子牙，看着我，过来抱我。就在姜子牙的手即将碰上百花仙子时，他的妻子突然出现了。姜子牙猛然清醒过来，不可能，没有人能破解我的迷情花毒。我刚才是想到了我的夫人。原来你是一个怕妻子的人。百花仙子虽然有点恼怒，但最终还是信守承诺，将玉莲藕给了姜子牙。有了这2样东西，太乙真人当即施法，帮哪吒重塑身体。不过多是一个大号，哪吒也就此诞生。哪吒，为师已为你莲花化身，你现在被凡胎俗体。所谓有失必有得，莲花化身的体躯也让自己功法更上一层楼。现如今除了自己乾坤圈和混天绫以外，更有2件神兵利器让自己如虎添翼，就是火尖枪、风火轮。火尖枪，风火轮。不过既然是宝物，又岂能那么容易获取？说着就一闪而过，来到了乱石岗，恰巧碰到了正在被欺负的姬发。小屁孩，你谁啊？你是不知道我们兄弟俩厉害，敢在这多管闲事儿。谁不知道你们2个啊？一个是青鸾，一个是火凤。有名气是啊，想不到咱俩这么有名气啊！那个小屁孩都知道。2个轮子还不明白自己为何出名，殊不知一会就被打回原形。话不投缘，2句半说着，3人打斗了起来，也刚好给功法依然大成的哪吒试试水。果不出所料，一瞬一息功夫，2妖不敌，被哪吒拍翻在地。正当抬手除掉2个轮子时，哪吒且慢！一句哪吒请慢，太乙真人化身到来，告诉哪吒之前提及的神兵利器，眼前2人便是其中之一。什么？他们是风火轮？哪吒一脸诧异，怎么也没想到风火轮不是2个轮子，而是2个人。太乙表示，青鸾火凤本就是我金光洞的一对风火轮，后来日日受仙法影响，有了灵性，下山做了妖怪。说着，太乙施法，2人顺势化成了2个轮子。哇！哎，师傅，这就是风火轮呐！哪吒看着手中的风火轮，欣喜若狂，登时踩着风火轮一飞冲天，在空中。这天，马招娣拉着哪吒在街上闲逛，凤青青突然出现，吸引了哪吒的注意。随后，他附身在一位妇人身上。别以为你附在他身上，我就认不出来你。大家快来看，快来看！不知道谁家小孩没大没小的。眼见周围人越来越多，哪吒也不做解释，轻时出手，妖怪跳出路人身躯，并吸走魂魄。眼见着大娘没了气，周围吃瓜群众也纷纷指责。李靖也在此时赶了过来，看了看此情景，对哪吒也表示质疑。那既然是妖怪，他为什么没有现出原形？他还是人的模样。本想解释一番，妖怪又在惺惺作态附依老妇人身上。哪吒二话不说，抓起胳膊施法打去。然而再次故技重施，吸走老妇魂魄。李靖看着老妇人两眼翻白，也由刚才的质疑变成了肯定。哪吒也只能极力解释自己根本没有用意，只是用手轻轻的一指，让他现出原形。一派胡言！你如今是莲花化身，又有神力，谁受得了你这样一指？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爱民如子的李靖亦是如此，就算是亲儿子也不行。来人，在将这3个人好好安葬，将哪吒带走。说着就要把哪吒拉至刑台处死。捆绑跪地的他泪流满面，并不是因为惧怕，而是身为人子父亲却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把自己砍杀。这是我最后一次
叫你一声爹。心灰意冷的他并说出，如果执意要杀自己，那从此以后就断绝父子关系。江子要亲自杀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们父子恩断义绝。听闻此话的他再也不抱想任何希望，紧闭双眼等待死亡。李靖手握大刀，缓缓抬起，心头一横，一瞬一息之间，哪吒人头落地，只剩躯体还屹立在刑台之上。众人看此情景，个个悲痛欲绝，特别是身为人母的十娘刚复活的儿子，现在又没了，面部泪流满面，心里已肝肠寸断。只有一旁的子牙神情波澜不惊，早就清楚灵珠子化身的哪吒凡人是无法杀死的。既然能重生一次，那就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子牙把哪吒带回金光洞，使用移花接木之术吻合刀痕。所谓祸福相依，有福必有祸，有祸必有福。重生的他也因祸得福，长出了3个脑袋、6条胳膊。是的，你是金莲花、玉莲藕的化身，你现在整个身体就是个至宝，所以你现在可以幻化出3头6臂。2次复活的他心里装满了仇恨，不顾众人劝阻，执意要杀了李靖，一路将他追赶到树林。我今天要好好的跟你算账！孽畜！既然大逆不道追杀你爹，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该遭天谴的人是你！哪吒性格顽劣，而李靖也是个驴脾气，自知不敌的他也只能奋力抵挡火尖枪的伤害，也不愿意低头赔个不是。没过片刻，便被枪尾顶翻数米开外。正要痛下杀手时，另外2个哥哥赶到阻拦。十娘也是害怕日后守寡让哪吒说什么也不要杀了李靖，如果执意如此，恐怕会遭到天打雷劈。这个时候，你们都一个一个的维护这个臭老头，就算这次不是他打伤我，可是他拆我庙的事呢，我今天一定要找他报仇！众人劝说无果，哪吒我行我素，依然坚持报了这3番4次伤害自己的仇。再次打斗，不过结果也显而易见，李靖被火尖枪横扫，拍翻枪尖，直愣愣逼向井口。本以为就要大仇得报之时，火尖枪凭空消失，幻化出一位拖着小塔的老道。他此次前来是奉元始天尊之命来化解哪吒父子2人之间的恩怨的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难道你真的不肯放过你的父亲吗？你的父亲其实也很无奈，他是受妖孽所骗才伤害你。李靖听到这话，才知道原来是自己冤枉了哪吒，让他受尽了委屈。可哪吒并不打算原谅他。燃灯道人见他如此执拗，只好拿出玲珑宝塔，将哪吒的宝物都收入塔中，然后将他也困在塔中。娘，救命啊娘！李家人见状，赶紧请求道人放了哪吒。道人一言收回了玲珑宝塔，将哪吒的东西还给了他。为了防止哪吒再次伤害李靖，道人将宝塔给了李靖，还有控制宝塔的口诀也施法给了他。然后道人便离开了。哪吒本以为李靖会用宝塔对付他，没想到李靖却说：“爹对不起你，这个宝塔爹一定不会用的。如果你还恨我，不肯原谅我，要杀要剐，随便你。”哪吒终于等到了爹的道歉，他选择原谅爹，父子2人终于冰释前嫌，重归于好了。